我家最近走大运了，房子拆迁，爸妈给我和弟弟每人分了3套，可没想到当晚我就收到弟弟女朋友的短信，他居然说我没分寸，好意思拿弟弟那么多房子，嘿，他还教育起我来了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把短信截图发到家族群，还回了他一句：妹妹，你最后能嫁进来算我输。今天中午我一回家，就看见爸妈红光满面的坐在客厅聊天，我一露面，他们就赶紧招呼我过去，说有好事。我换好拖鞋走过去，还调侃了一句：真的假的？爸妈，天气预报准不准啊？姐，是真的。弟弟激动地拍着茶几，你以前不是出钱在老家盖了平房吗？现在要修路拆迁了，咱家那大房子能分好几套房子呢。老家在城郊，5年前我刚满21岁，大学毕业正愁实习的时候，我和闺蜜弄自媒体火了一把，赚了第1桶金。那时爸妈回老家盖房差20万，我正好有闲钱就给补上了。这2年城市发展快，那片成了开发区，高楼一栋栋起来。1个月后政策下来了，我家能赔6套房子和500多万现金。爸妈在银行工作，平时数的都是别人的钱，自家突然天降巨款，都高兴的不行，当晚就决定下馆子。到饭店点完餐，我去洗手间，出来就看见弟弟在不远处打电话。琪，明天我有空啊，你找我肯定有空。好嘞，没问题，我准时去接你。他刚挂电话，我就走过去，用手肘倒了他一下。穆泽明，啥情况？弟弟像个二哈似的搂住我脖子，姐，我喜欢的女孩答应跟我看电影了，快教教我咋办？和女生看电影有啥要注意的？江湖救急呀！弟弟今年大3，一直是单身狗，就爱篮球，没想到万年铁树开花了，没想到这花开得真快。1周后，弟弟给我发信息说周末要带女朋友陈洛琪见我，我答应了。听说小姑娘爱吃日料，我在有名的日料店订了桌。第1次见面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得送礼物，就在网上选了条爱马仕项链。见面这天约好6点半，我怕堵车，提前10几分钟出门。结果我在餐厅等啊等，旁边桌都换了一拨人。7点半，弟弟才带着女孩姗姗来迟。弟弟赶紧道歉，姐，对不起，琪打扮慢，我催不动，路上又堵车。我本来一肚子火，看弟弟急得满头汗，也就没多说。我看向他身后的女孩打扮靓丽，妆容精致，就是眉眼间有股傲气，不咸不淡的喊了声姐。这顿饭吃得我大开眼界，弟弟跟个奴才似的伺候陈洛琪吃饭，包虾夹菜就算了，那架势都快喂到嘴边了，我就纳闷了。现在小情侣都正吃饭，这顿饭吃得不愉快，最后我还是把礼物送给了陈洛琪。晚上回家洗完澡，我躺在床上刷手机，随手打开某海鲜市场，居然看到一条熟悉的项链，一个叫琪下划线小公主的账号半小时前发布信息，爱马仕项链全新未开封，不议价，可直拍。我点开头像一看，气笑了，这不就是弟弟女朋友吗？经过这事，弟弟一直讨好我，帮我取快递，点奶茶，带小蛋糕。姐，你别和琪一般见识，我都说他了，他没啥坏心思，就是太直，容易得罪人。那天迟到不是故意的，项链他也没卖，宝贝着呢。其实他有权处理我送的东西，但刚送就想卖，我心里确实不舒服。看弟弟为难，我摆摆手，算了，你觉得他好就行，只要对你真心。这段日子我忙着和闺蜜出外景，这2年短视频自媒体行业太卷了，不努力就得被淘汰。我和闺蜜沈佳是旅游探店博主，这次去大西北10天后才回来。一回到工作室，我们就赶紧剪片子做后期。木林，你们家拆迁款啥时候能下来呀？到时候你就是叉2代了。呜，只有我这个社畜惨兮兮。我打着哈欠，有气无力的拖着腮看电脑。拆迁款跟我没关系，那是我爸妈养老的钱。你爸妈对你好，家里也不重男轻女，现在城中产阶级了，苟富贵勿相忘啊。我们边聊天边剪片子，直到我收到妈妈信息，说她做了吃的，让穆泽明给我送来。我一忙就忘吃饭，妈妈觉得点外卖不健康，所以我加班不回家吃饭，爸妈就轮流给我送晚饭。弟弟晚上没课也会来送。我家离工作室近，10几分钟后弟弟就来了，红烧肉、素丸子汤、爆炒牛肉、小青菜，姐，都是你爱吃的。穆泽明打开餐盒，还招呼沈佳姐一起吃啊。沈佳也不客气，搬个椅子坐过来，小伙子真懂事。这时穆泽明手机响了，他一看来电显示，吓得差点把手机扔出去，赶紧接听。电话那头传来质问声，你干啥呢？刚才打电话没人接，我说了5秒钟内必须接我电话。对不起，我刚才骑车没看到，我妈让我给我姐送晚饭呢，我姐加班还没吃。电话那头声音高了几分，都晚上8点了，你给她送晚饭，你凭啥送啊？大晚上合适吗？她公司几个人啊？就算是亲姐，那也是异性，得保持距离吧。陈洛琪声音尖锐刺耳，穆泽明偷瞟我一眼，捂着手机走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，你想多了，那是我亲姐。祖宗，别闹了。我面无表情地吃着东西，闺蜜戳戳我胳膊，小声说，你弟这女朋友真牛，吃醋吃到亲姐身上了。话音刚落，穆泽明挂了电话，老姐，沈佳姐，没事，我先走了，我女朋友也让我给她送吃的呢。他女朋友陈洛琪实习了，家不是本地的，刚毕业没钱租房子，弟弟还是学生没工作，心疼他，前几天向我借1万块租房子，我记得房子租得远，这个点过去可能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。沈佳调笑，行啊，泽明对女朋友真好。穆泽明叹气，不然咋办？他老说谁追他，追他的男的多有钱，我对他不好，他就甩了我，我可不想被甩。前几天还说有个开宝马的追他呢，我老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穆泽明走后，沈佳看着我说，这不是破吗？沈佳这话点醒了我，本来谈恋爱是你情我愿，可破坏对方，用洗脑打压对方，这感情状态不对。但穆泽明第1次谈恋爱很用心，也很喜欢他。
我准备找个时间和弟弟好好谈谈。几天后，我家拆迁房下来了。这几天我带着爸妈跑手续，折腾好久才搞定。最后6套房子，爸妈分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半，现金他们留着。没想到当晚我就收到陈洛奇短信，真是服了你这种当姐的，好意思拿你弟那么多房子吗？能不能点分寸感啊？我气得太阳穴突突跳，血液往大脑冲，手指都发抖。我马上回复，我爸妈分家产，轮得到你说话？操太多心了，妹妹，他是我男朋友，以后是我老公，怎么就操太多心了？你出去问问，家产哪有女儿分这么多的？做闺女的6套房子能分1套就不错了，3套你拿着不心虚吗？我气笑了，还没嫁进来就惦记上了，她自己不是他爸妈闺女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我截图发到家族群，又回他一句，你最后能嫁进来算我输。没想到陈洛奇直接打电话过来，他冷笑一声，木林你什么意思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和他的事用得着你插手？真是奇葩，你算老几呀？有本事就让你弟跟我分手试试，我活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挂了电话，我怒气冲冲打开家族群，发现群里炸锅了。大姑，啥情况？00，图上这人谁呀？大伯，看着像泽明女朋友。我爸冒出来，泽明交女朋友了，啥时候的事？相比上面正常交谈，我妈明显动怒了，不管他啥时候交的女朋友，这女孩啥意思？说话咋这么冲呢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惦记上房子了。难不成我和他爸的房子，想给谁还得他同意？我爸，臭小子，出来看看你女朋友说了啥？我和你妈不反对你交女朋友，但他说这话合适吗？奶奶都发语音了，泽明21了，是到谈朋友的时候了。可这小妮说的话听着真不舒服。一来那房子当初建的时候明明就出了1半钱，二来咱老穆家从来不重男轻女，男孩女孩都是身上掉的肉，就得1碗水端平，不然不配当父母。家人这些话让我的怒火渐渐平息了几分。我特崇拜奶奶，觉得她是个睿智的女人。奶奶70岁了，爷爷去世早，她把3个孩子拉扯大，我爸是最小的。可奶奶没因为她小就让姑姑和大伯让着她，也没因为姑姑是女孩就区别对待。奶奶对孩子一视同仁，教育出来的孩子也这样。我庆幸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。翻着聊天记录，气消了大半，可弟弟一直没露面。这时弟弟打电话说要谈谈，让我去滨河路篮球场找他。听着他低落的声音，我有点懊悔，把截图发群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怀着这种心情，我赶紧换好鞋，开车去了他说的地方。停好车，远远就看见穆泽明坐在长椅上，肩膀耷拉着，脚边有个篮球。我顿了顿，走过去坐在他旁边，说吧，谈啥？穆泽明不说话，一直低着头看篮球。我弟平时像二哈，见谁都嬉皮笑脸，没心没肺，很少这么受挫。我轻咳一声，群里截图你看了？谁知穆泽明抬起头，眼底满是埋怨，姐，你为啥这么对琪琪？我愣了，没想到是这开场白，刚压下去的火蹭的又上来了。我咋对他了？截图看不到吗？还是说你也觉得他话没错？我说的不是截图的事。穆泽明移开视线，截图确实是琪琪不对，他家庭环境和我们不一样，从小被灌输那种思想，生在啥环境又不是他能决定的。但你也不至于打电话骂他吧？琪琪有抑郁症，心思敏感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一通电话可能让抑郁症患者直接崩溃？我打电话骂他，谁告诉你的？是你女朋友给我打完短信又打电话示威，他有抑郁症，我看他嚣张得很呢，还骂我奇葩，问我算老几，凭什么管你们的事？这些都是你女朋友干的好事。穆泽明抿抿唇，沉默几秒后说，不可能，琪琪脾气不好，但绝对不会说这种话，我了解他。我气笑了，直接站起来，那你意思是我撒谎诬陷他喽？穆泽明见我真生气了，也赶紧站起来，姐你别生气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这才明白啥叫被气得肝疼。小乔陈洛奇了，以为他只会发脾气，没想到玩阴的，好会装的小丫头，玩苦情戏呢。明明是他打电话耀武扬威，挂了电话就找穆泽明哭诉，说我骂他，到底谁被骂呀？我和弟弟之间气氛瞬间冷到极点，直到一通电话打破僵局。喂，琪琪，啥？你在医院？你等着，我马上找你。20分钟后，我开车带穆泽明赶到人民医院。穆泽明一路狂奔到陈洛奇旁边，蹲下身子，紧张的不行。琪琪，咋了？哪儿不舒服？陈洛奇坐在医院大厅公众椅上，手背上挂着吊瓶，看着很虚弱。泽明，我感冒了，浑身难受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穆泽明赶紧坐在他旁边，伸手把他揽进怀里。好，抱着你，不怕，有我呢。我面无表情看着陈洛奇在弟弟面前表演，抱着双臂走过去。陈洛奇抬头看我一眼，满眼楚楚可怜，吓得又往穆泽明怀里钻，怯怯喊一声姐。别，我可受不起这声姐，刚才电话里不是直接喊我名字吗？这会儿又成姐了，妹妹还有2副面孔呢。我没有。陈洛奇咬着下唇，低着头，这一低头，穆泽明心疼坏了，把他抱得更紧，抬眼看我，姐，都过去了，你少说2句，琪琪不舒服。瞧瞧这架势，我就像小说里的恶毒坏姐姐。陈洛奇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小莲花。我慢悠悠走到吊瓶那儿，看了眼上面的字，笑了，不是感冒吗？打葡萄糖干啥呢，妹妹？陈洛奇脸色更难看了，支支吾吾道，我有低血糖，容易晕倒，所以才。不得不说，陈洛奇这招真高，让男人心疼比发脾气更容易的怜悯，尤其是我弟这种没感情经验的白痴，完全被他牵着鼻子走。我没在医院多待，他再待下去真和陈洛奇撕破脸。对付陈洛奇这种人，直接干肯定不行。走出医院，我在车里坐了好久才离开。
回到家，爸妈听我说完这事的来龙去脉，气得我爸血压飙升，我赶紧找降血压药递给我爸。爸，消消气，我弟第一次谈恋爱，那女孩挺会哄他，咱得慢慢开导。开导个屁，多大的人了，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。我爸捶着胸口，脸因血压高涨的通红。这女孩不简单。我妈给我爸递杯水，接着说，出身是不是本地人不重要，关键人品得过关。这种歪心思多的女孩，我绝对不同意她进咱家门。还没嫁进来就这么多事，真嫁进来还得了。我爸大手一挥，玲玲，你马上打电话给你弟，让他赶紧分手，不分手就别回来了。我犹豫了，刚和穆泽明吵完架，不想主动联系他，没想到当晚我弟居然带着陈洛奇回家了，这操作震惊全家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泽明的女朋友，我叫陈洛奇。此时陈洛奇站在我家门口，笑眯眯看着我们。穆泽明说，爸妈，我刚陪琪琪打完针，这时候没地铁了，他住的地方离咱这太远，我想让他在咱家对付一晚。我妈反应过来，数落道，你咋不提前说一声？我瞥了门口一眼，穆泽明，你长本事了，学会先斩后奏了。陈洛奇拽拽包，装作没听懂，扭头问穆泽明，泽明，我该穿哪双拖鞋呀？地板这么干净，别给踩脏了。他还觉得自己善解人意，我真佩服陈洛奇，好意思跟着我弟回来。我妈站起来阻止我弟给陈洛奇找拖鞋，大闺女，不是阿姨多嘴，你这样住进我们家，我们倒没啥，但你会被人说闲话，要不阿姨让泽明在附近给你订个酒店。陈洛奇脸上笑容僵了几分，脸色瞬间垮下来，扭头对穆泽明说，既然你们家人不欢迎我，那我走了。说完他推开门跑了。琪琪，穆泽明焦急地看着陈洛奇背影，匆忙穿上鞋。爸妈，琪琪是女孩，你们至于吗？我爸彻底怒了，把杯子往茶几上一扔，臭小子，你还觉得自己对？告诉你，今晚你出这个门就别回来了。穆泽明愣住，这时楼道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，且越来越远。穆泽明一听不淡定了，不管不顾，扭头冲了出去。这几天因为陈洛奇，我家闹得鸡犬不宁，我都没心情工作了。好在闺蜜沈家的哥哥在警局上班，我拜托他调查陈洛奇的家庭成员。这天我正在处理后期配音，沈家风风火火冲进来，把一叠文件甩我面前，结果出来了。沈家一屁股坐在我旁边，倒杯水咕咚咕咚喝起来。我赶紧打开文件夹看，你弟这女朋友不简单啊，他爸妈务农，靠打零工赚钱，他还有个弟弟，今年10岁，是村里小霸王，前些天打伤同村女孩，法院判赔2万住院费，那家人赖账不给，活脱脱老赖。我弟知道他家庭条件不好，不但不在乎，还心疼。我头疼的扶额，摊上这恋爱脑弟弟，说我倒霉。要是这女的根本不喜欢你弟，就看中你家6套房子呢？沈家一脸认真看着我，巧了，我表妹和你弟一个大学，和陈洛奇一般。听他说陈洛奇很势利，之前对你弟爱答不理，后来听说你家拆迁有6套房子，才上赶着你弟，不到1周就确定恋爱关系。闻言，我沉思片刻，深思熟虑后，我拿出手机给陈洛奇打了一通电话。咖啡店内，门口风铃响，陈洛奇推开门，看到我后走过来，他摘下墨镜，双腿交叠坐在对面，傲慢道，说吧，找我谈啥？我淡淡开口，看我们家被你搅得鸡犬不宁，你很有成就感吧？陈洛奇扑哧笑了，早说了，有本事让你弟跟我分手，不然试试。亲爱的姐姐，现在局面很明显了吧？他满脸得意，仿佛在说你在生气，你弟也不和我分，你能咋地？我不想废话，直接道，说吧，你怎样才放过我弟？我爸妈表态了，绝不同意你进门，爱情是你情我愿，父母也管不着吧？陈洛奇无所谓，耸耸肩，势在必得，叔叔阿姨就放狠话，这种家长我见多了，你弟要执意娶我，你们还能真和他断绝关系？我不说话，看着他，反正不管你多讨厌我，折腾一圈，你也得眼睁睁看我进你家门。姐姐，抱歉了，知道你看不顺眼，就忍一辈子吧。陈洛奇笑嘻嘻，可这话比骂人还让人生气。我引诱他，你当初和我弟在一起，不是因为喜欢他，是看中我家拆迁房吧？你不是本地人，快毕业想抱紧我弟这棵大树。陈洛奇死死盯着我，忽然笑了笑，扶扶鬓角头发，姐，省省吧，别靠我话。我一时无语。陈洛奇懒懒瞥一眼我桌上手机，你在录音吧？想录下来给穆泽明听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上这种低级档。好家伙，他果然厉害。我打开手机，上面正是录音模式。陈洛奇不屑地轻嗤一声，我在他注视下删掉录音，你厉害，我玩不过你，谢谢夸奖。陈洛奇嘴角轻扯，环抱双臂靠向椅背，语气得意。其实我能理解你讨厌我，就像你说的，我有歪心思，但对付你弟这种感情白痴，我轻松得很。我也直说，你弟没恋爱细胞，超级直男。要不是看你家拆迁赔那么多房子，你以为我会和他在一起？姐姐，我说这些你别生气，6套房子我只能给你1套，剩下都是我和你弟的。就算你爸妈不同意也没事，我嫁进你家后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。不信就试试，我会让你心服口服。没了录音，他猖狂至极，贪婪尽显，小人得志模样。我却笑了，这让陈洛奇坐直身子，很不高兴。你笑啥笑？我懒懒支着下巴，妹妹回头看看身后。陈洛奇身子一僵，仿佛预料到什么，机械的扭头看去。泽明看到身后的人，他脸上闪过惊慌，连忙站起。泽明，你啥时候来的？
我一直都在。穆泽明面无表情盯着他，直指身后座位，我就坐你后面。陈洛奇吓得脸色惨白，身子发抖。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一清二楚。泽明，你听我解释。穆泽明打断他，满眼嘲讽。陈洛奇，你装的真像。一开始我姐说你有2副面孔，我还不信。我为了你对抗家人，你就这么回报我。我在你眼里就是落户 S 市的工具人是吧？不是弟，不是弟。陈洛奇拼命摇头，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。泽明，我喜欢你，不是故意和你姐作对，是你姐先挑衅我，是她先在电话里骂我，事到如今还撒谎。陈洛奇说完想去抱穆泽明胳膊，被他狠狠推开。滚啊！陈洛奇惊呼，撞在身后桌子上，疼得眼泪狂飙。这一撞他不装了，愤怒抬眸。穆泽明，你疯了，你敢推我，还想不想和我好了？我好你妈！穆泽明爆粗口，揪起陈洛奇衣领，真当老子一辈子是你的舔狗呢？你也配？你说我姐骂你是吧？对，我姐就该骂你，就算她不骂，我也得指着你头皮说陈洛奇，你真让我恶心。说完，穆泽明推开陈洛奇，满眼猩红走开。周围人因这场闹剧都看过来，陈洛奇狼狈跌坐在地，不顾形象。他向来在我弟面前高高在上，交往以来，穆泽明也确实像捧老佛爷一样捧着他。但从今天起，不可能了。我了解我弟，他对感情真诚，最讨厌别人骗他。是你，他恶狠狠瞪着我，眼神仿佛要活剥了我。哦嚯，戏演砸喽！我耸耸肩，俯下身子，笑着拍他脸。妹妹，跟我玩，你还嫩着呢，现在还想进我们家门吗？穆灵，陈洛奇咬牙切齿叫我名字。我看到他愤怒的额头青筋暴起，他不爽，我就爽了。我慢悠悠站起来，扯过包包搭在肩上，为庆祝某些人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我要回家数房子玩去喽。这是对我弟打击很大，毕竟第一次恋爱就这么惨。这些天我一有空就和沈家拉着我弟出去玩剧本杀、看电影、吃饭啥的。渐渐的，穆泽明精神好了些，本以为事情结束了，没想到周六我们又碰到陈洛奇。当时我、沈家和穆泽明在港式茶餐厅吃东西，氛围正好，突然一个身影出现，正是陈洛奇。他看看坐在我弟旁边的沈家，又看看穆泽明，表情狰狞。她是你新女朋友？穆泽明没想到会再遇到他，愣了一下，还没等他开口，沈家就站起来，御姐气场全开。是又怎样？你有事吗，妹妹？沈家那声妹妹叫得极轻佻，挑衅味十足。陈洛奇死死盯着我弟。穆泽明，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这辈子只喜欢我一个人。好在穆泽明这次没让人失望，轻描淡写的说，陈洛奇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不同意。我同情的看着陈洛奇，不是吧，妹妹，人家不想和你在一起了，你还能绑着人谈恋爱？可陈洛奇接下来的话让我们3人瞬间沉默。我怀孕了，孩子是穆泽明的，事情太突然，这走向我们都没想到。全家这几天总问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。穆泽明每次都痛苦爆头，我真不知道。按穆泽明说法，他和陈洛奇谈了几个月，没到那一步，他很珍惜他，想留到结婚。就有一次他和家里吵架，出去喝大酒，去了陈洛奇租的房子睡，他喝断片了。第2天陈洛奇说发生了关系，现在陈洛奇咬定孩子是穆泽明的，他还放狠话，你们家不负责，我就天天去你们小区，去你爸妈单位闹，看你们还有啥脸在这城市生活。我爸妈气得不行。没几天，陈洛奇爸妈来到 S 市，一进家门，他妈二话不说，上来就给我第一巴掌，啪！穆泽明被打得偏过头，半边脸瞬间红肿。我火一下子上来，挤不上前，你干啥？咋还打人呢？我打的就是这个龟孙。陈洛奇他妈矮矮胖胖，脸上肥肉一抖一抖，还想扇第2巴掌，被我爸妈拉开。陈洛奇像女主人坐在我家沙发中间，不管这边闹剧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他爸50多岁，皮肤黝黑，坐在沙发上点烟，眯着眼不紧不慢开口，你们说现在咋办吧？我们闺女不能让你儿子白糟蹋了，你们想咋办？很简单，选个好日子，你家穆泽明趁琪琪肚子没显怀，娶她进门，彩礼按我们那边风俗，68万8，少1分都不行。还有你们家房子，房本必须写我们琪琪名字，6套，少1套都不行。我妈被这土匪语气气笑，合着我们家拆迁房是为你闺女拆的，怎么不想负责？陈洛奇他妈嗓音提高，嗓门更粗，有本事别把别人闺女肚子搞大。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来商量的，必须按我们说的做，不然这是没完。小心我让琪琪告你们穆泽明强 X 罪，下半辈子你们去牢里看他吧。这场谈判从傍晚到深夜，最后陈洛奇他妈以陈洛奇有身孕为由，强行让陈洛奇留宿我家。说实话，我们一家人被这家人搞得精疲力竭。我妈意思是等孩子出生立马做亲子鉴定，如果确定是穆泽明的孩子，那就只能娶她。我心里有气，又不能多说，不经意抬头看到陈洛奇对我挑眉，眼神示威。我没说话，低头瞥一眼陈洛奇拍在茶几上的孕检报告单。第2天我处理完事情回家，和以往不同，今天一开门就看见陈洛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爸妈在厨房忙活做饭，热得满头汗。陈洛奇等得不耐烦，到底啥时候开饭啊？阿姨，我爸妈12点就过来，麻烦快点，我们家都是中午12点准时开饭。马上。我妈端着汤出来，见我回来苦笑一下，招呼我洗手吃饭。穆泽明从卧室出来，瞥了陈洛奇一眼，脸色难看，转头帮我妈端餐盘。昨天
天陈洛奇睡在我弟房间，我们家3室2厅，他住我弟房间，我弟睡客厅沙发。昨天没谈妥，陈洛奇爸妈不肯走，在小区门口酒店住下。陈洛奇也没去上班，说怀孕辞职了。我换好拖鞋进去，你爸妈今天还来？是啊。陈洛奇笑眯眯看着我，毕竟还没谈妥呢，是吧，姐？我点点头，行，等人都到齐再说。半个小时后，陈洛奇爸妈来了，你们选好日子没？还想拖到啥时候？拖到齐齐显怀是吧？陈洛奇他妈直接开门见山，我爸妈脾气被磨得差不多了，人家有把柄，他们自认理亏，我爸妈要脸。要是陈洛奇一家闹到单位，他们没脸见老同事。我爸妈支支吾吾，我们不是不负责，洛奇住我们家了，等孩子出生再说。我呸，想得美，我们家丢不起未婚先孕的脸，今天不给说法，走着瞧。我慢悠悠站起来，给呀，谁说不给？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给说法之前，我介绍个人给你们认识。说完，我拨通电话，报了单元号。没一会儿，门被猛烈敲响，我去开门，一个瘦瘦小小的秃顶男人冲进来。我看到陈洛奇，露出惊恐表情。男人巡视一圈，视线定在陈洛奇身上。陈洛奇往后缩，摇头。张主管，你怎么找到这？不可能！男人挤不上前，揪住陈洛奇头发往上一扯，臭婊子，你在躲？躲呀！啊！陈洛奇尖叫，头发被薅下几根。陈洛奇他妈冲上去，你是谁？疯子！放开琪琪，却被男人推开，滚开！我跟陈洛奇说话，有你啥事？陈洛奇明显被吓到，浑身哆嗦。张主管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拿我钱，怀我重，扭头辞职销手机号是吧？告诉你，敢打掉孩子，弄死你！跟我走！这一切太突然，除了我，所有人都震惊。陈洛奇抓狂尖叫，边哭边挣扎，放开我，不跟你走，怀孕是意外，谁要给你这老男人生孩子？谁要跟你在 S 市没房子的人结婚？滚啊！放开我！我冷眼看着陈洛奇崩溃。这人你熟吧？他是你实习主管，你肚子里孩子是他的，却来我们家让我弟媳当爹。昨天我觉得不对劲，和沈家说了后，他也建议我调查。今天一大早，我和沈家去陈洛奇实习公司打看，结果震碎3观。陈洛奇和我弟交往时就和主管有不正当关系，全公司都知道，就我弟这傻子被蒙在鼓里。好个陈洛奇，我猜他是想在孩子出生前赖上我弟，再找机会打掉孩子，不落把柄还能嫁入我家。陈洛奇爸妈傻眼了，我把陈洛奇行李全扔出门，扭头看向他爸妈，你闺女肚子里的种和我们家没关系了，还不滚？等我报警轰你们出去！陈洛奇爸妈面面相觑，没了刚来时的趾高气昂。闺女出这丑事，不用多说，他们也没脸呆了。对了，阿姨，你等一下！我叫住陈洛奇妈妈，你这死丫头还想干啥？陈洛奇他妈恶狠狠瞪我，小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闺女怎么会我抬手一巴掌狠狠扇在女人肥脸上？她傻眼了，我微微一笑，忘了把这巴掌还给你，现在带着你不知检点的闺女滚吧！陈洛奇一家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，我再没见过他们。后来我还是觉得气不过，打听了一下，听说陈洛奇最后嫁给了那个秃顶主管，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个女孩。就因为是女孩，她被婆婆骂没出息，生不出儿子，已经准备要2胎了。我想，如果当初陈洛奇没给我发那信息，没找我示威，我弟可能真会娶她。要是生女儿，穆泽民和我家人肯定当小公主疼爱。1年很快过去，今天是我1年1次的体检日。拿到报告时，我接到闺蜜沈家电话，喂，佳佳，知道了，马上过去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挂了电话，我把体检报告随手折起来放包里，起身往楼下走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沈家说给万年单身狗的我准备了惊喜，让我准时到。刚下楼，发现外面下雨了，我来医院没开车，是打车来的，没办法，只好在门口等车。雨天很难打车，等的时候，我竟看到一个熟悉身影，那是陈洛奇。我有点不敢认，他胖了些，没化妆，衣服也邋邋遢遢，怀里抱着个女儿，他旁边站着个精瘦女人，应该是他婆婆。怎么又是女儿？陈洛奇，我们家要白养你多少闺女？没用的东西，再生不出儿子，有你好看。听说陈洛奇当初借着谈恋爱骗秃顶主管，给他转账买礼物，花了20多万，钱和礼物到手想甩了他，结果在秃顶主管那栽了大跟头，这辈子都折他手里了。陈洛奇好像也认出了我，但只是匆匆一眼就赶紧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完全没法把眼前这个女人和1年前在我弟面前耀武扬威的小姑娘联系起来。我不禁感叹，原来命运的齿轮真会在一念之间发生巨大转变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我一看是我弟穆泽明的电话。喂，姐，你体检没开车吧？下雨了，不好打车，你在门口等着，我和沈家开车去接你。挂了电话没多久，穆泽明就开车来了。沈家坐在副驾驶座，看到我立马撑伞下车，走到我面前推我一下，发啥呆呢？走啊！沈家是我闺蜜，现在也是我弟妹。穆泽明和陈洛奇分手后，没想到和沈家在一起了，半年前刚结婚，我也从沈家的好朋友变成了他姐。我和沈家从高中就是朋友，没想到有一天能以家人的身份永远陪在彼此身边，真好。我揽住沈家肩膀，和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里，走，回家过生日去了。